男孩只為圓自己的謊言，不惜殘殺了自己的雙親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這場由謊言織就的殺人案件。人們常說，一個謊言的背後往往需要更多的謊言來掩飾。當一系列謊言面臨被揭穿的危險時，有人會選擇坦白，有人會選擇逃避。而在美國2021年發生的一起案件中，一個騙子做出了最瘋狂的選擇，用殺戮堵住揭穿謊言的嘴。在美國威斯康辛州首府麥迪遜城北部25英里處，有一座名為溫莎的小城，哈德森一家就居住在這裡。父親巴特50歲，是一名資深會計師，嚴謹細緻的職業習慣讓他對生活中的細節格外敏感。母親克莉斯塔53歲，在47歲前一直是全職主婦。隨着2個兒子相繼成年，他在一家汽車公司找到了前台工作，開始了人生的第2次就業。夫婦倆育有2個兒子，大兒子馬修26歲，大學畢業後在一家科技公司任職，幾年前與女友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會在節假日定期回家探望父母。小兒子錢德勒24歲，依然與父母同住，在親友鄰居眼中，他絕非啃老的宅男，而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優秀青年。按照錢德勒的說法，他不僅從麥迪遜技術學院獲得了 IT 和管理双学位，求學期間因成績優異擔任過導師助教，斬獲多項榮譽，業餘時間還兼職游泳教練和海灘義務救生員。畢業後，他順利入職美國家庭保險公司，擔任在線社區經理，因工作可遠程完成，才選擇繼續與父母同住。他常向家人提及，這份工作只是過渡，他的終極目標是進軍高科技行業，而當時最熱門的火箭制造領域正是他的向往之地。2021年初，錢德勒興奮地向父母宣布，自己已成功入職著名火箭制造公司 SpaceX， 即將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總部任職。公司已為他妥善安排好住宿、車輛等全部福利，計劃6月底攜女友一同前往。然而就在出發前夕，錢德勒突然聲稱自己下樓梯時不慎摔成重傷，脖子和後背受損嚴重，醫生叮囑數月內不可乘坐飛機，前往 SpaceX 就職的計劃只能被迫推遲。他甚至佩戴起頸托，時常表現出痛苦的模樣，讓父母和身邊人都信以為真。在外人看來，哈德森一家勤懇踏實，2個兒子各有出息，堪稱邻里羨慕的模範家庭。但誰也沒有料到，平靜的表象下，一場致命的危機正在悄然醞釀。2021年7月2日起，一項工作負責的巴特和克里斯塔突然双旷工，既未向雇主或同事打招呼，電話也始終處於關機狀態，無人能聯繫到他們。直到7月7日，在父母失蹤近1周後，小兒子錢德勒才走進警察局報案。他向警方描述，父母在距離家北邊3小時車程處有一處度假用林中小屋，每年都會前往小住一段時間。7月1日晚上，父母突然告知他計劃第2天前往小屋度假，他還幫忙收拾了衣物、食品、燃料及大量現金等行李。次日清晨，他仍在熟睡時，父母便已出發。錢德勒表示，父母的車仍停在家門口，推測他們可能是搭乘朋友的車同行，但具體是哪位朋友，他並不清楚。接下來的幾天，錢德勒稱自己多次撥打父母電話均無人接聽，猜想他們或許是為節省漫遊費而關機。7月4日，他收到母親手機發來的短信，內容顯示夫婦倆途中遇到點狀況，現已處理完畢，正在前往度假小屋的路上，過幾天便回家。於是錢德勒又繼續等待，直到7月7日仍未見到父母歸來，才選擇報警。警方立即聯繫了度假小屋附近的警局，派人前往核查。抵達小屋後，警方發現周圍雜草叢生，大門緊閉，屋內地板和家具上積着厚厚的灰塵，種種跡象表明這裡至少半年沒有任何人居住過。這一發現讓案件疑點叢生，如果哈德森夫婦並未前往小屋，他們究竟身在何處？辦案警官很快将懷疑的目光投向了報案人錢德勒，因為他的陳述中存在諸多不合常理之處。首先，哈德森夫婦選擇周五出發度假，不符合常人通常在周末完成工作交接後再出行的習慣。其次，警方走訪後發現，除了錢德勒，沒有任何人從哈德森夫婦口中聽說過近期的度假計劃。此外，在父母失蹤的近1周時間裡，錢德勒表現得十分悠閒自在，絲毫不見擔憂之情，可報警後卻又顯得過度急切。鄰居們還反映，報警歸來後，錢德勒挨家挨戶敲開安裝了監控攝像頭的鄰居家門，詢問是否拍到7月2日早上父母離開時乘坐的車輛，得知監控已被警方調取後才作罷。然而，警方調取的監控錄像中並未出現哈德森夫婦的身影，7月2日當天也沒有任何陌生車輛駛過他們家所在的街道。難道夫婦倆是徒步從社區內無監控覆蓋的草地或小路離開的？他們為何要這樣做？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時，警方注意到克里斯塔失蹤後第3天發給錢德勒的報平安短信，試圖通過這條短信追蹤夫婦倆當時的位置。
經過技術定位，警方震驚地發現，這條短信的發送地點竟然就是錢德勒家。這一關鍵線索讓案件豁然開朗。警方推斷只有2種可能：一是哈德森夫婦故意偽裝失蹤，想給兒子一個驚喜，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；二是短信並非克里斯塔所發，而夫婦倆根本從未離開過家，甚至可能已經遇害，所有疑點都集中到了錢德勒身上。警方隨即展開對他的行程調查，親友們稱，錢德勒平日裡是典型的宅男，除了所謂的在線工作，其餘時間都在打遊戏。但從他女友凱森的口中，警方卻獲得了截然不同的信息。父母失蹤後，錢德勒一反常態，連續幾天前往距離家很遠的地方。7月4日，錢德勒曾與凱森一同前往女方父母的農场，農場內有一個大泳池。凱森回憶，兩人在泳池游玩数小时後，錢德勒表示泡水有助於緩解脖子和後背的傷勢，詢問能否經常來農場泳池泡水。凱森的父母當即應允。幾天後，錢德勒獨自前往農場使用泳池，凱森的母親中途前去查看時，發現他並不在泳池中。大約1小時後，才看到他從農場的一片樹林裡走出，聲稱自己只是去散步。警方迅速趕往這片樹林搜查，很快在一處灌木叢中發現了巴特的部分遺體，僅有軀幹、頭部、雙腿和雙手均不翼而飛。從巴特背後的傷口判斷，他是被人從身後槍擊致死。隨後，警方擴大搜索範圍，雖未找到巴特遺體的其他部分，卻發現了2把帶血的手鋸、1把剪刀以及一個沾滿血跡的垃圾桶。檢測結果顯示，垃圾桶上的血跡不僅有巴特的，還有他妻子克里斯塔的。這表明克里斯塔大概率也已遭遇不幸，而解開克里斯塔遺體下落之謎的仍是他的女友凱森。凱森回憶，7月3日早上，他本想去找錢德勒，卻被對方以有緊急工作任務為由拒絕，讓他下午再來。出於好奇，凱森在社交軟件 Snapchat 上查看了錢德勒的定位，驚訝地發現他根本不在家，而是在40多英里外的威斯康星河畔一處荒僻地點。當時他以為是 GPS 出錯，並未在意，直到警方調查時才想起這一異常情況。警方立刻帶着警犬趕往威斯康星河畔的指定地點，很快在一堆亂草中找到了克里斯塔不完整的遺體。與此同時，在農場搜查的警方也有了新的發現，他們在凱森父母農場的谷倉裡找到了被藏在幾塊木板後的來福槍。經核實，這把槍是錢德勒的一位朋友送給他的生日禮物，彈道比對結果證實，這正是殺害哈德森夫婦的兇器。所有證據都指向了錢德勒，警方隨即準備實施抓捕。為防止他察覺後逃跑，在等待逮捕令批准期間，警方派出幾輛警車將錢德勒的家包圍。看到這一情景，錢德勒明顯慌了神，他立刻在網絡上搜索威斯康星河邊發現女屍、威斯康星州發現女屍等關鍵詞，但相關消息當時處於保密階段，他並未搜到任何結果。隨後他還撥打報警電話，詢問為何有警車停在自家門口，接線員以巧合為由敷衍過去。絕望之下，錢德勒又搜索了另一個關鍵詞，威斯康星州的皮特·卡普薩。這是一起1999年發生在該州的案件，男子皮特·卡普薩殺妻後分解遺體，裝袋拋入威斯康星河，最終因偽造的不在場證明被揭穿，被判處終身監禁。這起案件與錢德勒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，顯然他是在參考這起案件，估算自己可能面臨的懲罰。幾小時後，警方拿到逮捕令，迅速衝入屋內將錢德勒抓獲。隨後，警方在一雙女鞋中找到了被锡紙包裹的克里斯塔的手機，證實7月4日那條報平安短信正是錢德勒偽裝成母親發送的，人證物證俱在。檢方以2項1級謀殺罪對錢德勒提起訴訟，但被捕後，錢德勒面對鐵證始終否認殺害雙親的罪行，不願透露作案的真正動機。不過警方通過深入調查錢德勒的背景以及巴特遇害當天的手機記錄，還原出了最有可能的作案動機。錢德勒的一系列殘忍行徑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編織多年的謊言。事實上，錢德勒根本不是自己口中那個品學兼優、前途光明的學霸。他確實曾考入大學，但僅就讀1個學期後就因多門功課不及格而退學，既沒有擔任過助教，也沒有獲得任何學位文憑。所謂的救生員、保險公司在線經理等身份全都是他編造的謊言。幾年來，他每天早起後把自己鎖在房間裡，聲稱忙於工作，實則一直在通宵達旦地打遊戲。為了讓謊言顯得真實可信，錢德勒注冊了多個看似是大學和大公司官方郵箱的賬號，給自己發送布置工作、表彰嘉獎的郵件，並不時向父母和朋友展示這些郵件，既打消了他們的懷疑，又能享受他人的讚美。對於自己工作不錯卻始終拮據的狀況，他解釋為正在為未來存錢，確定終身奮鬥目標前不願亂花錢。隨着謊言越吹越大，終於引起了父親巴特的懷疑。錢德勒聲稱入職 SpaceX 後無法兌現前往加州任職的承諾，便謊稱摔傷脖子佩戴頸托。
以此推遲入職時間。但這次受傷的巧合讓一直對他學習能力有所了解的巴特產生了疑慮。兒子從小學習吃力，能考上大學已屬不易，為何入學後突然成為學霸？2021年7月1日，巴特直接致電錢德勒口中對他讚賞有加的大學導師，卻得知對方根本不認識錢德勒。學校記錄也顯示，錢德勒在第一個學期後便已退學。謊言被徹底揭穿，巴特既失望又憤怒。他給兒子發了多條短信，告知自己已了解所有真相。最後一條短信寫道：“我隨時準備好和你談談。”幾個小時後，巴特的手機永遠關機了。警方推斷，7月1日下午6點左右，巴特在家中與錢德勒發生激烈爭吵，錢德勒趁父親轉身之際，從背後將其射殺。隨後，他在家中等待母親克里斯塔下班回家，將其也殘忍殺害。作案後，錢德勒曾試圖用壁爐焚燒遺體，但產生的大量煙霧和臭味讓他擔心引起鄰居懷疑，只好放棄。最終，他選擇用鋸子分解遺體，將殘骸丟棄在周邊隱蔽地點。在自以為完成所有掩飾工作後，錢德勒於7月7日主動向警方報案，試圖混淆視聽。2022年1月，錢德勒的審判正式開始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自始至終不承認罪行，要求律師為自己做无罪辯護，這給辯護律師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。庭審中，檢方出示了大量證據和證人證詞，而辯方除了錢德勒牽強的辯解外，沒有任何可信的不在場證明，也無證人可傳喚。無奈之下，辯護律師只能在法庭上玩起文字遊戲，反覆向陪審團強調，檢方證據雖有說服力，但或許存在其他可能性，比如哈德森夫婦是意外死亡，只是沒有證據支持。這場辯護顯得蒼白無力，最終結果毫無懸念。2022年1月20日，陪審團經過2小時討論，認定錢德勒2項1級謀殺罪、毀壞遺體罪、提供偽證罪等多項罪名全部成立。2022年3月17日，錢德勒被判處終身監禁，不得假釋。整個庭審和判決過程中，錢德勒始終面無表情，一言不發。他的心中是否有悔恨，我們無從得知，但或許在某種程度上，他感到了解脫。除了等待生命的終結，他的人生已經徹底結束，而這也意味着他終於不需要再費盡心機的編造和掩飾任何謊言了。一個由謊言開始的人生，最終以最慘烈的方式落幕，留給世人無盡的唏噓與警示。